汉代马王堆被发现后，为何过了20年才敢挖？最先发现它的盗墓贼竟然是被一道诡异的天雷吓得不敢再挖。诡异的是，墓葬第一次被打开时喷出的奇怪气体还形成了蓝色火焰，而且墓中一处棺椁上画着神秘的升仙图。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考古学家还在此发现了一项现代科技都无法复制的黑科技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汉代马王堆到底有何蹊跷？新来的朋友们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在长沙东郊5里牌外，有一座高出地面20来米的小山，山上垒着2个椭圆形的大土堆。谁也没想到，这2个大土堆就是日后享誉世界的马王堆。马王堆汉墓的挖掘经历本身就具有极其浓厚的传奇色彩。现如今，人们所知晓的是它于1970年被挖掘。事实上，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，它就曾引起考古学家的关注。1951年，科学院长沙考古分队在长沙做发掘任务，当时的长沙正在搞基建，古代墓葬那是一个又一个的接连冒了出来。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夏奈对此十分关注，于是就喊上学生石兴邦去找上专门的土夫子，看看这片土地还有什么隐藏的墓地。这里的土夫子其实就是早期的盗墓贼，对当地的地形颇为熟悉。土夫子得知石兴邦的想法之后，也不说话，就把人给带到了马王堆附近，说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个大墓的，而且还没被人挖掘过。石兴邦望了一眼附近，除了2个明显的土堆，也没发现什么怪异的现象，只能问这个土夫子是怎么察觉出来的。土夫子只好说，他们早年挖过一次，但挖到一半就放弃了，所以里面肯定是有文物的。石兴邦听完这话也是半信半疑，就追问土夫子怎么挖一半不挖了。原来土夫子盗墓的时候被天降的一道雷电吓得不轻，就觉得这墓肯定有点诡异，不敢继续挖下去。这一理由乍一听也是情有可原，可石兴邦还是不敢全信。原因呢很简单，1年前做考古工作的时候，他就被土夫子骗过。那时国家还没有多少人从事考古事业，于是要想挖掘古代墓葬，时常需要雇佣土夫子来帮忙。当时就有一群土夫子为了多拿几天工资，骗石兴邦他们那个墓葬还没有被盗。可谁知挖到最后，墓葬里空空如也。想到这事儿，石兴邦心里的疑问就更多了，于是就回所里找夏奈商量。夏奈听完之后也很无奈，就自己跑到马王堆附近瞧了瞧，确认了这里确有墓葬，还是汉代的。但出于种种因素的考虑，夏奈没能做出发掘的指示，只是让人向省里报备，这里有一座墓葬需要保护。1956年，马王堆就成了省里的重点保护对象。当时没人能想到，20年后这里出土的文物竟然震惊了整个世界。当然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，它的问世还是一次意外。54年前，湖南发现一个怪洞喷出气体，燃起蓝色火焰，震惊了国内外考古界。在此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千年未腐的汉代女尸。诡异的是，它棺盖的背面是一幅升仙图。科学家坦言，这保存这位墓主的防腐技术是现代科技都无法复制的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1970年，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，军区医院正在四处挖洞，构筑地下防御工事，以应对突发事件。马王堆这2个显眼的土堆自然就成了首要的挖洞对象。于是，军区医院决定在此挖洞来建造地下病房，规划整整推迟了1年才正式动工。然而刚一动工就遇上了极大的挫折。原来工程队是打算从东西方向开2个巷道口，可东边才挖了20米就遇到了严重的塌方。施工的过程还发现了非常柔软的白膏泥，工人们用手一戳，还能直接戳出一个洞。不过这个洞怪就怪在它能一直喷射出气流，用火点还能燃起蓝色的火苗，这可把这群工人吓坏了，赶紧向上报告到军区医院之后，他们猜想这里面可能是有什么墓葬，赶紧就联系了当时的省博物馆。博物馆一经研究才发现，这就是20年前的文化保护单位，里面按道理来说是有墓葬的。与此同时，博物馆还认为这蓝色的火其实就是墓葬中的沼气所形成的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墓葬从未被人打开过，不然这些沼气早就不存在。
在了。但另一个问题很快就出现了，一旦打开这个墓葬，沼气遇上火种就会立马燃烧起来，到那时候别说是墓葬了，考古工作人员的性命都有可能不保。于是为了谨慎的开展挖掘工作，博物馆又找到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土夫子，在大伙的齐心协力下，马王堆墓葬终于问世。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莫过于那具泡在无名液体中，皮肤仍然保持弹性的女尸，她就是历经2000年依然不腐朽的辛追夫人。在女尸棺盖的背面，还有一幅相当精美的升仙图和一幅毛人图。升仙图无需多言，这幅毛人图着实令人不解。考古专家当时第一反应以为图中所绘的人物是神农架中的野人，可后来查阅古籍才发现，这毛人啊，其实就是得道成仙的仙人。人间、仙界、冥界三重世界的交汇，整个墓葬充斥着一种仙风道骨的意味。再加上那不会腐朽的女尸，这场景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土夫子也是没有见识过的。人们迫切地想知道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会如此设置自己的墓葬，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研制出了这千年不朽的保存技术？要知道，这技术就算是放在现代社会，也没有哪个科学家敢说自己一定能做到。经过考古人员的研究发现，这座古墓应该是老子后代利苍的家族墓。还没等考古人员细细琢磨这各种的缘由，人们又在利苍儿子的墓室中发现了未经篡改的《道德经》，由此揭开了道家思想的真相。汉代马王堆中出土的古书推翻正史，揭露皇帝弑杀的真面目。此外，马王堆出土的《道德经》还让道家研究者直呼，1972年以前研究老子思想的成果几乎全部白费了。真正的道家思想其实比儒家更加激进和现实。那马王堆出土的《道德经》到底与通行本有何不同呢？马王堆出土的《道德经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德经部分在前，道经部分在后，而通行的老子版本都是道经在前，德经在后。或许你会觉得，不就是一个排序问题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。可事实上，排序的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写书人的思想。举个例子，在通行版本中，老子讲究的是大器晚成，可马王堆出土文物却告诉大家，实际上应该是大器免成。一字之差会引发什么样的争议呢？很简单，大器晚成的意思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都要相信自己的才能一定会取得成功。可大器免成的意思却是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不需要自己的表现，别人就会来发现你的才能。又比如，通行版是用古代的道来喻今天的万事万物，可马王堆的帛书版却鲜明地写着用今天的道来驾驭今天的万事万物。各种思想已经是截然不同了。在许多人的认知中，道家就是要主张回归古代社会，可此话一出，谁还会觉得道家是复古派呢？甚至可以说，道家的思想甚至比儒家更现实、更激进。他并不想回到那个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，而更加在意眼下社会的发展。除此之外，整整80章的内容被篡改的地方不计其数，绝大多数地方都是1、2个关键字的改动，却足以影响人们对道家思想的认知。那么，又该如何看待这种改动呢？首先，马王堆出土帛书之后，学术界普遍认为这一版本是迄今为止为早的老子。其次，这一帛书所体现的思想确实更接近老子的本意。传世版的老子经过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，这也是说他必然会受到历代统治者、历代文人的修改和加注。他所流传的内容，从思想上来看，还真不一定就是老子的真实想法。但是，通行版本也有其存在的价值。比方说，看通行版就能看到老子的思想受到了多少的改动，这种价值一点都不低于去挖掘道家思想真相的价值。另外，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黄帝四经，在这之中，黄帝从一个人善的形象变成了一个弑杀的形象。蚩尤战败之后，黄帝不但吃他的肉，还喝他的血，举止相当野蛮，也着实颠覆当代人对黄帝的认知。这也正是考古的魅力，他借助不同的材料告诉人们一个深刻的事实：万不可太迷信文本和权威，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发现。正如孟子所说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